你对自己满意，比全世界对你满意重要10000倍。世界上最荒谬的事情就是，我们把评价自己的权利拱手让给了一群根本不在乎我们死活的人。你仔细观察一下周围那些你试图去讨好的人，他们真的在乎你吗？其实并没有。每个人都极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每个人都在担心别人怎么看自己。你花了几天几夜去纠结的一件小事，在别人眼里可能只是茶余饭后1秒钟的谈资。他们随口评判你一句，然后转头就去操心自己的房贷和午餐吃什么了。为了这群根本不在乎你的人的几秒钟注意力，你竟然付出了你最宝贵的生命能量。你压抑自己的真实想法，你扭曲自己的天性，你去做你不喜欢的工作，你去应付那些让你感到恶心的人际关系。这笔账不管怎么算都亏到了极点。人生其实是由2个游戏组成的，一个是外在的多人游戏，一个是内在的单人游戏。地位、名声、权力，这些都是多人游戏里的东西。这是一个零和博弈，你要往上爬，就必然有人要被踩在脚下。你要获得所有人的满意，你就必须在这场无休止的竞争中耗尽最后一丝力气。而财富、健康、智慧以及内心的平静，这些是单人游戏。在这个游戏里，你不需要打败任何人，你唯一的对手，唯一的评委就是你自己。我经常跟人说，赚钱的最终目的从来不是为了让你去买更多不需要的东西，去向那些你不喜欢的人证明你很牛。财富的唯一真正价值是帮你赎回你的时间，是让你有底气对这个世界说不，是让你在不想笑的时候可以不笑，在不想参加某个聚会的时候可以转身就走。当你有了足够的时间和自由，你就会被迫面对那个最核心的问题。当你褪去所有的社会身份，当你不再是某某公司的总监，不再是某人的配偶，不再是那个为了讨好大家而活着的你，你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你喜欢他吗？你尊重他吗？如果你对镜子里的这个人不满意，那么就算外面有10000个人在为你欢呼，你的内心依然会是一片废墟。因为外在的认可是无法储存的，它就像是一种劣质的毒品，药效极短。你今天因为别人的夸奖而沾沾自喜，明天如果他们收回了这种夸奖，甚至给了你一个差评，你就会瞬间跌入谷底。你的情绪完全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你是一个极其脆弱的牵线木偶。而你对自己的满意是一种内源性的能量，它是在你内心深处建立起来的核电站，一旦建成，就能源源不断地为你提供平静和喜悦。不管外面的世界是狂风暴雨还是艳阳高照，你都能稳如泰山。那么到底怎么才能做到对自己满意呢？这其实是一门极具技术含量的学问，它需要你打破过去的思维惯性，重新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坐标系。你要做的第一步，就是撕毁你和自己签下的那些不平等的痛苦契约。什么是欲望？欲望就是你跟自己签下的一个契约，在这个契约里，你对自己说，除非我得到那个东西，除非我达成那个目标，除非别人对我竖起大拇指，否则我就不准自己快乐。我们每天都在签这种狗屁契约，而且绝大多数契约根本不是你真心想签的，是社会强加给你的。社会告诉你30岁之前必须要有房有车，你就签了一个30岁前没房没车就不快乐的契约。社会告诉你人必须外向，八面玲珑才受欢迎。如果你是个内向喜欢独处的人，你就签了一个厌恶自己真实性格的契约，停下来。现在就停下来，把这些契约全部撕得粉碎。你不需要满足任何人的期待，你唯一的责任是弄清楚你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去寻找属于你的独特认知。什么叫独特认知？就是那些对你来说就像玩耍一样轻松，但在别人看来却像是在苦苦工作的事情。每个人生来都有自己的出场设置，有的人天生对数字敏感，有的人天生擅长与植物打交道，
有的人就是喜欢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写代码或者画画。可是我们的教育系统和社会环境总是试图把我们塞进一个个标准化的模子里，他们用一套统一的考试和考核标准来衡量所有人的价值。这就像是让一条鱼去参加爬树比赛，如果你是那条鱼，你一辈子都会觉得自己是个废物，全世界都会对你这只不会爬树的鱼感到不满意。你必须勇敢地跳出这个荒唐的赛场，游回属于你的海洋里去。在你的海洋里，你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你会游泳。你游得好是因为你享受水的包裹，是因为这就是你的天性。当你顺应天性去生活、去创造的时候，你会进入一种极其美妙的心流状态。在那一刻，外界的评价连个屁都算不上，你只是在极其纯粹地享受做自己的乐趣，那就是对自己满意的最高境界。另外，我还要告诉你一个被很多人忽视的真相，其实放过自己，允许自己让别人失望，是一种极其强大的能量场。我们平时总是活得紧绷绷的，你摸摸你的肩膀，是不是僵硬的？你的下巴是不是经常紧咬着？因为你一直在防御，你害怕自己哪句话没说对，害怕哪件事没办好，惹得别人不高兴。你把大量的生命能量都消耗在了这种毫无意义的情绪内耗上。试着去做一次实验，就在今天去拒绝一个你根本不想去赴的约，去对一个你早就想骂的人表达你不满的态度，或者仅仅是在一件别人期待你做完美的事情上随随便便地搞砸它一次，你会发现天根本没有塌下来。别人可能会生气，可能会对你翻白眼，可能会在背地里说你坏话，但这又怎样呢？他们的情绪是他们自己的课题，不是你的责任。你没有义务去承接他们掉落的负面能量。当你真正体验过一次不在乎别人眼光的感觉后，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盈，就像是脱掉了一件吸满雨水的厚重棉袄。你的能量不再往外流失，而是全部收回到了自己的体内。这种能量的回归具有不可思议的治愈作用。你的身体会变得松弛，你的眼神会变得坚定，你会散发出一种由内而外的底气。有趣的是，当你不再像个乞丐一样去乞讨别人的满意时，别人反而会开始尊重你。因为人们总是慕强的，而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你拥有多少财富或者多高的地位，而是你展现出了一种不被任何人定义的绝对自由。我认识一个叫阿远的朋友，他以前是在那种最内卷的行业里做高级合伙人的，每天穿着几万块的西装，出入极其高档的场所，在外人看来，他简直就是人生赢家。但他私下里跟我喝酒的时候，总是大把大把的吃抗抑郁的药。他说他感觉自己每天都在演戏，演一个无懈可击的社会精英。其实他内心早就千疮百孔了，他甚至连停下来喘口气的胆量都没有，因为后面有无数人盯着他的位置。后来有一天，他在开一个极其重要的董事会时，看着台下那些西装革履、面无表情的脸，突然一阵恶心。他没有任何征兆地站起来，走出会议室，直接开车去了海边。那一天，他把手机扔进了海里。后来的故事你们可能猜得到，他辞职了，放弃了期权，也跟那个价值观完全不合，但是看起来很登对的妻子和平分手了。全世界都觉得他疯了，他的父母觉得他简直是个无可救药的逆子，他的前同事们把他的故事当成茶余饭后的笑话，说他抗压能力太差。但是5年后的今天，阿远在南方的一个小镇上开了一家破破烂烂的木工坊。他每天穿着沾满木屑的破围裙，跟那些木头打交道。他赚的钱连以前的零头都不到，但他脸上的那种光泽，那种极其放松、极其清透的笑容，是我在任何一个所谓身价过亿的老板脸上都看不到的。有一次我问他，你现在觉得遗憾吗？他看着手里的木花，极其平静地说，我只遗憾我醒悟得太晚了。以前我拥有全世界的满意，但我恨透了自己。现在全世界都觉得我是个失败者，但我每天早上醒来，看到镜子里的自己，我只想拥抱它。这就是我想传达给你们的，
你对自己的满意比全世界对你满意重要10000倍，因为全世界的满意只是你人生舞台上的布景，而你对自己的满意才是你活生生的血肉和灵魂。在这个极度浮躁、极度喧嚣的时代里，保持一份清醒是很难的，尤其是在算法统治一切的今天。你看一下你的手机屏幕，那些精心设计的信息流，那些贩卖焦虑的短视频，那些永远也刷不完的对比和炫耀，它们就像是一个个巨大的吸血鬼，正在榨干你的注意力，扭曲你的价值观。他们试图让你相信，只有拥有了完美的身材、极高的收入、让人羡慕的伴侣，你才配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扯淡，全都是扯淡。真正的生活根本不在那个发光的长方形塑料板里，真正的生活是你此刻呼吸的空气，是你喝下的一杯温水，是你走在路上感受到的微风，是你安静地坐在沙发上，能够坦然地面对自己内心所有的阴暗和光明的那个瞬间。学会独处吧，这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超能力。只有当你切断了与外界所有嘈杂的声音的连接，你才能听到自己内心深处那个微弱但真实的声音。刚开始的时候，独处可能会让你感到恐慌，因为习惯了外界噪音的人，在绝对的安静中会听到自己震耳欲聋的心跳，会面对自己一直试图掩盖的恐惧。但是你必须熬过那个阶段，你要像一个冷酷的观察者一样去注视你脑海中冒出来的每一个念头，不去评判它，不去压抑它，看着那些渴望被认可的念头升起，然后看着它们消散。慢慢的，你会发现你的思维空间变得开阔了，你不再是那些念头的奴隶。你会意识到，外面的世界再怎么折腾，也只是外面的世界。你的内心深处有一个极其宁静的避风港，在这个避风港里，没有老板，没有父母的期待，没有社会的凝视，只有你自己。如果你在这个避风港里感到舒服，感到自洽，那么就算明天世界末日，你也是完整的。这其实是一个极其底层的逻辑重构。当你不再把外界的评价作为你人生的 GPS 导航仪时，你就会发现你拥有了无限的选择权。你敢于去尝试那些可能失败但你真正热爱的事情，你敢于离开一段虽然安稳但让你感到窒息的关系，你敢于在别人拼命往前挤的时候，选择在路边安静地坐下，因为你知道你的价值不是由他们来打分的。你的人生账本审核权只在你自己手里。从今天开始，试着对自己大方一点，不是去买昂贵的东西那种大方，而是在心理上放过自己，承认自己的不完美，承认自己有时就是会软弱，就是会懒惰，就是会把事情搞砸。这太正常了。我们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不是一台永远不会犯错的机器。如果你搞砸了什么事儿，外人指责你的时候，你可以默默地对自己说，是的，我没做好，但我依然爱我自己。这种无条件的自我接纳是一种具有核爆级别的能量，它能瞬间粉碎外界所有的恶意和否定。当你自己都不打算惩罚自己的时候，外人的惩罚对你来说就像是打在棉花上的拳头，毫无杀伤力。不要去追求那个完美无瑕的自我，完美是一个极其恶毒的词汇，它是一条永远套在你脖子上的隐形狗链。那些看起来完美的人，往往活得最痛苦，因为他们必须时刻紧绷，掩盖自己身上任何一点点人性的缝隙。你要追求的是完整，完整意味着接纳你的所有，你的光芒万丈和你的卑鄙猥琐，你的慷慨大方和你的自私狭隘，把这些碎片全部拼凑起来，才是那个独一无二、生机勃勃的你。对这个完整的、真实的自己感到满意，才是真正的智慧。听到这里，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如果我只在乎自己的感受，完全不管别人，那我是不是变成了一个自私的混蛋？这就是最奇妙的悖论所在。事实上，当你真正对自己满意的时候，你反而会变成一个极其温柔、极其包容的人。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人的所有恶意、嫉妒、攻击性本质上都来源于内心的匮乏和不安全感。一个对自己极度不满的人，看到别人比自己好，他会感到痛苦，他会忍不住去打压别人，他必须通过让别人感到不痛快来缓解自己的焦虑。但是一个内心丰盈、对自己极度自洽的人呢，他看着别人的成功，只会微微一笑，他不会去嫉妒，因为他知道那不是他的赛道。他看着别人的缺点和过错，也不会去刻薄的指责，因为他深刻地理解人性的脆弱。当你不需要再从别人那里吸取认同感来填补自己的黑洞时，你反而能向外散发出温暖的光。你会成为一个让身边人都感到极其放松和舒服的人，因为你不带任何索取和评判的能量，你只是安静地存在着，这就足够美好了。所以，拯救这个世界的最好方式，从来不是去改变别人，而是先去拯救你自己，把你从那个充满焦虑和比较的烂泥潭里拔出来，把你清洗干净，放在阳光下，让你自己重新焕发生机。这很难，我知道，这条路注定是孤独的。你要逆着人群的方向行走，当所有人都在为了那个虚无缥缈的社会地位而挤得头破血流的时候，你要一个人转身走向那条冷清的小路。你会遭遇不解、嘲笑，甚至背叛，但只要你咬牙走过最初的那段黑暗，当你终于站在那片只属于你自己的旷野上，呼吸着极其自由的空气时，你会发现这一切都太值得了。你回顾你的一生，你不会记得别人对你的那些转瞬即逝的赞美，你只会记得那些你勇敢地做自己，你因为忠于内心而感到灵魂震颤的瞬间。生命太短暂了，短暂到根本来不及去讨好任何人。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社会运转的速度越来越快，人们的情绪也越来越焦虑。在这样的环境下，你唯一的出路就是建立起一个极其坚固的内部评价系统。每天睡觉前问自己一个问题：今天我做的决定是为了让别人满意，还是为了让我自己满意？如果答案是前者，那就告诉自己，明天我要稍微改变一点，不用多，一点点就好。每一次你在关键时刻选择忠于自己，你的内在力量就会经历一次复利式的增长。日积月累，你会拥有摧枯拉朽的能量。不要再等了，不要等攒够了钱再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不要等所有人都同意了才去做出改变。就在今天，就在此刻，感受你的呼吸，感受你的存在，告诉你心里那个一直小心翼翼、一直委曲求全的小孩，从现在开始，我不需要任何人的批准，我就是你的靠山，我对你极其满意。如果你现在正处在这种纠结和内耗中，如果这番话稍微触动了你内心那个僵硬的角落，请不要看完就划走，去行动。在这个视频下面留下你的足迹，这不是为了我的数据，而是为你自己立下一个字句，一个承诺。请在评论区打出这句话：我很满意我自己，让这句话成为你撕毁旧契约的开始。当你打出这几个字的时候，感受一下手指敲击屏幕的力量，感受一下这句话在你心里引起的共振。我也希望你能把这个视频分享给那个你觉得现在活得很累，一直在为别人活的朋友，也许这就刚好能把他从那个窒息的水底拉上来换一口气。如果你觉得我的视角对你有哪怕一点点启发，请按赞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我们现在的算法环境里充斥着太多让人焦虑和盲从的信息，我希望能在这个平台上和你一起建立一个关于清醒、自由和自我成长的能量圈。我们下一期见，保持你的独特，保持你对自己的满意。